男人喝下一杯水，他却不知道这杯水里已经感染了病毒。这种病毒能促使人们的荷尔蒙直线飙升，被感染的人眼睛会变成红色，感染者会变得像野兽一样暴躁，可以毫无顾忌犯下暴行，无视场合为爱鼓掌。感染者即便残杀同类，也会因法律的漏洞而被判无罪。虽然病毒本身不会致命，但被感染的人却会让你致命。小帅的梦想就是进入这家有名的法务公司。刚来工作的时候勤勤恳恳，加班加点比谁都多，却经常替上司背着黑锅，一直被公司打压。公司靠贪婪欺诈钻各种法律漏洞为生，小帅也在努力工作中逐渐迷失自我，最终变成了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可他的伪善却得到了回报，他不仅快速晋升为公司中层，还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办公室，也靠着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，终于混到了公司中层。本以为可以过一些安逸的日子，而为了能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，小帅偶尔也会帮助一些公司里被欺压的弱势群体。某天，小帅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上班，并发现姐姐送他的马克杯不知所踪。但由于工作繁忙，他只能先去接待了一家金融公司的办事员小美。面对小美的延期申请，小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便直接拒绝了对方的请求。眼看小美逐渐失去了理智，小帅又叫来安保人员将其带走。紧张之余，他喝下了会议桌上公共水杯里的水。传说中的红眼病毒竟然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了他的体内。可就在小帅在茶水间寻找自己的马克杯时，好心的同事却提醒小帅，运营总监小黑搞砸了大客户万代的单子，并偷偷将黑锅甩给了他。得知此事的小帅愤怒不已，他立刻找到小黑对峙，结果却在小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自己的马克杯。但他不知道，黑妹早就在老板的耳边嚼了舌根。而对老板来说，牺牲一个中层当然比一个总监损失要小，直接派人事主管炒掉小帅。即便小帅努力抗争，他还是被老板赶出了办公室。无奈之下，小帅只能下楼寻求好友的帮助。可两人还没来得及找到解决办法，小黑便说服老板让小帅背黑锅。老板也随即通过股东大会决定了小帅的去留。为了及时有效地将小帅辞退，主管便让保安将小帅送离大楼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全副武装的部队出现在大楼外面，突然将大楼彻底封锁。原来自病毒爆发以来，防疫部门已经偷偷在所有公共场合安装了病毒检测设备。当他们得知公司已经出现病毒源后，便立刻封锁了大楼。正在开会的老板很快得知消息，虽然防疫人员已经释放了中和剂，但药效需要8个小时后才能起作用，因此在接下来的8小时内，全楼员工谁都不能离开。也就是说，8个小时内，这栋大楼是法外之地。这时大楼里开始有人发病，红着眼睛对着小帅拳打脚踢。小帅体内的病毒瞬间激活，拿起地上的半个剪刀起身直击对方。整座大楼开始变得一片混乱，所有人都开始变得暴躁。刚巧下楼的好友立刻将他拦下，但小帅没有听从他的劝告，而是乘坐电梯，打算找老板好好唠唠。老板这时也感染了病毒，还没等小帅上来，就派2个打手把小帅抓到地下室一顿暴揍。虽然好友及时赶来，但他不仅没能帮小帅摆脱困境，还在混战中被木板上的钉子扎穿了头骨。小帅也随即被打晕了过去。得知此事的老板也怒不可遏，他训斥保镖让他们受了经济损失。等他醒过来，却看到了之前被自己赶走的小美。由于他之前的做法，感染病毒的小美立刻将他打翻在地，但小帅却冷静了下来。他向小美提出合作的建议，并希望2人可以趁着病毒效应还没有消退，一起向公司高层复仇。2人达成一致后，小帅很快找到了公司的漏洞。他利用地下室的旧电话联系上了万代的首席执行官，并向对方说明了公司导致万代败诉的过失行为。面对咨询的老板不知如何解释，于是万代一气之下解除了与公司的合作关系，这让失去大客户的老板怒不可遏。他立刻派出打手去收拾小帅，可打手们却中了小帅的埋伏。解决完打手后，小帅准备利用不同级别的通行卡杀到9楼。他们还有6个小时的时间。大楼一共9层，从第6层开始必须用门禁卡才能进入。6层的人事主管有2级门禁卡，可以往上1层。7楼黑妹总监的3级门卡就可以通往顶层。2人一拍即合，开始爬塔。他与小美随即在储藏室内进行了武装，并立刻来到了可以获得2级通行卡的人力资源部。此时躲在办公室的主管正强压着内心的怒火修剪盆栽，而屋外的办公室已经一片混乱。听到响动的他本想外出查看情况，却刚巧遇到了全副武装的小帅与小美。主管二话不说掉头就跑，小帅和小美则立刻向他冲去。可在2人砸门时，老板的打手再次赶到，小美也被电击枪击倒在地。小帅见状，只能俯下身子躲避打手的攻击，但2人很快反败为胜。他们不仅杀死了2个打手，还逼迫主管交出通行卡。主管则佯装服软，用剪刀刺穿了小帅的左手。幸好扑倒在地的小美拿到了工具包内的电锯，她才成功将主管击杀。之后拿到2级通行卡的2人用视频向董事会股东们宣战，而受到威胁的老板立刻向小黑许诺，只要他愿意把3级通行卡销毁，就让他当公司的合伙人。小黑虽然表面上同意，但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，便偷偷让秘书帮自己保管了通行卡。而鉴于电梯是前往9楼的唯一通道，
小帅与小美决定在这里伏击小黑。身处9楼的老板则逐渐失去了耐心，他立刻向全公司发出高额悬赏令，截杀小帅。此时，小帅和小美已经与带着手下的小黑不期而遇，他们随即就陷入了混战。在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后，小帅与小美获得了胜利。他们立刻走进了小黑的办公室。虽然小黑为了安全愿意交出通行卡，但老板却买通了小黑的秘书，并让他偷偷将通行卡销毁。小黑见状忍不住破口大骂，可早就无法忍受的秘书却直接杀死了小黑。而随着小黑惨死，小帅与小美再次向老板宣战，这挑起了老板无穷的怒火。之后暂时休息的两人开始互诉衷肠，小帅也阅读了小美的申诉文件，并给出了自己专业的看法，而两人竟然在互相坦诚中情愫暗生。此时老板给小帅发来了视频，看着好友尸体受辱的小帅痛心不已，小美则立刻上前安慰，并在病毒的刺激下与小帅放飞了自我。1分钟之后，小帅想到了其他上楼的方法，那就是通过网管获得威胁公司股东的筹码。在两人的逼迫下，网管用病毒软件复制并删除了股东电脑中的所有机密文件，接着两人便以此威胁股东交出通行卡。在和老板协商后，股东带着保镖一起来到了他指定的交易地点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小帅竟然发现了桌下预先藏起来的手枪。无奈之下，股东只能交出了通行卡，可他却出言讽刺了一旁帮忙的小美，导致小美一怒之下砸碎了硬盘。而拿到通行卡的小帅刚想离开，便遇到了门外守株待兔的保镖，于是4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，为各自的利益痛下杀手。起初小帅并不是保镖的对手，幸好敌人过于自负，扔掉了手中的武器，小帅才在危急时刻完成了反杀。此时小美正要用锤子敲死股东，但股东却告诉小美，那张通行卡根本没用，上楼必须要拿到授权访问代码。由于距离检疫时间只剩下25分钟，时间一到，犯罪行为就不再受法律保护。股东便趁机引诱赶来的小帅，让他用小美交换授权访问代码。小帅思索片刻后，便将小美打倒并绑了起来。可在股东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，他却发现小帅竟然卸掉了椅子上的螺丝。而在小帅一吻中发现玄机的小美也因此挣脱了束缚，随即便动手杀掉了股东。尝尽了痛苦的小帅则终于来到了9楼，但让他意外的是，老板已经和其他股东为他准备了庆功宴。原来眼看无法阻止小帅的疯狂之举，老板便决定用公司合伙人这样优渥的条件说服他妥协。虽然小帅有过一丝动心，但在看到手边小美的合同时，小帅立刻清醒了过来。他随即拒绝了老板的条件，并躲开了身边2个美女秘书的偷袭。而被拒绝的老板则抄起高尔夫球杆向小帅狠狠挥来。手中只有扳手的小帅起初并不是老板的对手，幸好老板打断了球杆，小帅才趁着老板更换球杆的机会迅速占据了上风，并将老板逼到了办公室外的栏杆旁。而考虑到老板死后大家都能多分一点他的股份，所有股东便站在了小帅一边。小帅见状则随即将老板推下了大楼，并签署合同，成功代替了老板。在顺手解决了小美的官司后，他又迅速辞职卸任。而随着封锁结束，浑身是血的小帅便在小美的陪伴下走出了大楼，两人也最终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